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大的灾问：科学它到底能不能解释神？或者我们换个问法，我们人类为什么会相信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你可能会觉得，哇，这问题也太大了，这简直是千古谜题，根本无解。但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有一派非常顶尖的科学家认为，答案就藏在你我的大脑里面，甚至是一个从石器时代就已经设定好的原厂设定，你会怎么想？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小说的情节？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拆解这个极具颠覆性的想法。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问问以目前的你相信世界上有鬼神吗？你可以先在心里想一下自己的答案。好，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有一群科学家，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颠覆性的看法。他们说，你的信仰可能跟你家的传统、你读过的经典，甚至是某一次让你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关系都没有那么大。真正的原因就藏在我们的大脑里，它是一个预设程式，是我们的祖先为了在野外求生存而内建好的一套系统。听起来是不是很科幻？甚至老实说，有点扫兴，对吧？好像把我们心中那种很崇高的信仰，直接简化成了一段冰冷的电脑程式码。先别急着下定论，我们今天就要来深入剖析这个说法，看看它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好的，我们直接切入主题。这个试图用纯科学来解释宗教的思潮，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新自然主义，英文是 New Naturalism。这个新字非常重要，它代表着这派学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哲学思辨了，他们要动用最新的武器，也就是演化生物学还有认知科学，来彻底的解构宗教。他们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证明宗教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超自然的东西，而是一种可以被科学完全解释的自然现象。就像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会有白天黑夜一样，他们相信我们也能用同样的科学方法来解释为什么全世界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无一例外地发展出了宗教。在这个新自然主义的阵营里面，有一位你绝对不能不知道的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人类学家，同时也是演化心理学家 Pascal Boyer。他的这本代表作《宗教的解释》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圣经。波叶的立场非常强硬，他几乎是公开宣称，过去所有对宗教的解释，不管你是来自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甚至是宗教自己的说法，通通都搞错了方向。他认为那些都只是在描述宗教长什么样子，但完全没有回答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宗教是怎么来的？他相信只有他提出的这个基于演化生物学跟认知科学的解释，才是唯一真正科学的答案。好，那波义尔的核心论点到底是什么？其实用一句话就能讲完，非常精简。他认为宗教的起源，它不是来自于后天的学习、文化的熏陶或个人的顿悟，都不是。它源自于我们大脑里面一系列天生的高度特化的心智机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些心智机制就像是你手机里面一个一个独立的小程式，也就是 App。有的 App 负责辨识人脸，有的负责理解语言，有的负责侦测危险。它们各司其职，而且是你手机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内建好的。所以简单来说，波义尔觉得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预装了很多 App 的电脑，而所谓的宗教信仰，就是这些 App 在遇到特定的外界刺激的时候，自动运算之后所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宣称，对吧？这等于是说，信仰不是你后天选择的，而是你的大脑天生就倾向于制造出来的。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波义尔甚至提出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清晰的宗教起源3步骤。第一步，当我们在环境中遇到一些不寻常的事件，譬如说，你一个人走在深夜的巷子里，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但你一回头却什么人都没有，
或者你家里某个很久都没人动的物品突然自己掉下来。像这些反常的事件，就会触发我们大脑里特定的心智模组。第二步，这些模组一旦被触发，就会自动启动内建的推论系统，开始不受你意志控制的进行运算。第三步，这个推论系统运作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各种宗教概念，像是，是不是有看不见的东西在跟着我？是不是过世的亲人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自动化的工厂流水线？你输入一个奇怪的事件，它输出的就是一个宗教概念的雏形。那波义尔说的这些心智机制到底有什么特色？根据演化心理学的说法，这些机制呢，第一是天生的，第二是由基因决定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们是从石器时代就已经被硬体编码 hardwired 在我们大脑里的古老程式。它们当初被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祖先在生存上的具体问题。比方说，要能够快速侦测到草丛里面是不是有掠食者躲着，或者是帮助我们在社群里面快速的分辨敌友。也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大脑其实还装着一个石器时代的操作系统，而宗教只是这个旧系统在新环境底下意外产生的副产品，英文叫 byproduct。到这里为止，波义尔的理论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漂亮？对吧？它很简洁，很有逻辑，而且充满了科学感，好像真的为这个千古谜题提供了一个终极的解答。但是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重点来了，当一个理论听起来完美到有点不像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提高警觉了。这个用大脑内建 APP 来解释一切的说法，是不是有一点点太简单了？它真的能够解释为什么佛教徒会追求涅槃，而基督徒会期盼上天堂吗？它真的能够解释为什么一场庄严的祭典可以让整个社群凝聚在一起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为了追求一种科学上的简洁，反而忽略掉了人性当中那些更深刻、更复杂的东西？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另一位思想巨人，来挑战波义的这号说法。他就是杜克大学的 Barbara Herrnstein-Smith 教授。他对波义的理论提出了非常犀利，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批判。那大家要注意哦， Smith 教授他并不是反科学，恰恰相反，他要求的是一种更好、更完整的科学。他认为波义的模型看似科学，实则存在着至少3个致命的破绽。接下来我们就来扮演侦探，跟着 Smith 教授的思路来一一拆解这3大破绽。首先，第一个破绽就出在波义理论的根基，也就是他对心智的看法。波义的模型我们称为计算模型，他把大脑看成一台电脑，里面装满了固定的天生的程式，而且他假设全世界所有人类的大脑从石器时代到现在运作方式都一模一样。但 Smith 教授指出，这根本就不是定论。在认知科学领域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影响力很大的模型，叫做动态模型。这个模型认为，大脑不是一台封闭的电脑，而是跟环境持续互动、不断在变化的系统。最重要的是，他承认不同文化甚至不同个体之间心智运作是存在差异的。举个例子，一个在台湾庙宇文化中长大的人，跟一个在美国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他们大脑在处理神明这个概念的方式，可能从神经层面就已经产生了差异。为什么？因为他们后天的经验和学习塑造了不同的大脑回路。所以波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自己理论所依赖的那个备受争议的大脑电脑说，当成是已经被证实的科学事实来用。这就像是把房子盖在一个还在摇晃的地基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破绽就更根本了。波义非常强调，他的解释之所以科学，是因为他找到了宗教背后潜在的因果机制。但 Smith 教授就反问，怎样才算是科学的解释？波义这种找到背后机制才算科学的想法，其实是一种比较过时的、源自于物理学的观点。
当然，这在物理学很好用，但在处理像是人类这样复杂的生物，或是像宗教这样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这种单线的由内而外的因果解释往往会显得非常片面。这就好比说，你想解释为什么一幅画会成为世界名画， Boyer 的方法可能就是去分析这幅画的颜料成分和画布材质，但他却完全忽略了画家的生平，当时的艺术思潮，以及几百年来人们是如何去诠释和欣赏它。Smith 认为，一个更成熟的科学解释应该是去描绘一个动态的、多重因素互相影响的复杂系统，而不是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藏在大脑深处的终极按钮。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关键。Smith 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Boyer 口中那些听起来很厉害的什么心智机制、心智模组，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像我们用 fMRI 观测脑神经活动那样被实际观测到的物理存在，它们更多是 Boyer 根据他的理论框架推断出来的理论假设。这在逻辑上其实有循环论证的风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博约尔先假设，大脑里一定有个叫做代理人侦测器的 App， 然后当他看到人们相信有鬼神的时候，他就说，你看，这就是那个代理人侦测器在运作的证据。这等于是拿自己的假设来证明自己的假设，这在科学上是非常可疑的。换句话说，那些所谓的大脑 App 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只是为了让他的故事说得通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工具而已。好，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可以说是博叶理论最致命的第3个破绽，也是最让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全盘接受了他的模型，把宗教信仰完完全全归因于大脑里面那些自动化的石器时代的程式，那这意味着我们到底遗漏了，甚至可以说是抹杀了哪些属于人性的最珍贵的面向。Smith 教授列出了一长串的清单。Boyer 的模型，它完全排除了人类经验中所有历史的面向，好像宗教是凭空从每个人的大脑里冒出来的，跟几千年的神学辩论、经典诠释完全无关。它排除了差异的面向，好像台湾的妈祖信仰跟亚马逊丛林的部落萨满背后的机制完全一模一样。它排除了经验学习的面向，好像一个人的信仰不会因为他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苦难或巨大的喜悦而深化或改变。它更排除了所有文化建构和社会传递的面向，好像宗教不是透过家庭、社群、教育仪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简单来说，波尔为了得到一个漂亮的机械式的科学解释，他几乎把构成我们之所以为人的那个人文的面向全部都丢掉了。为了让大家更具体地感受到波尔模型的局限，我们接下来看几个实际的案例。Smith 教授就针对波尔对超自然、死亡还有宗教仪式这3个核心主题的解释，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分析。首先，鬼神是怎么来的？Boyer 的解释是，我们大脑有个代理人侦测系统，它超级敏感，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误判那里有个有意识的存在。然后呢，大脑的本体分类系统会自动帮这个不存在的代理人填上人的属性，于是鬼神就诞生了。但 Smith 的批判非常犀利，他说，等一下，这不就是我们讲了几百年的拟人化吗？Boyer 做的很多时候只是把这些古老的哲学洞见，重新用一套听起来很厉害的认知科学术语包装一遍，然后宣称这是一个全新的科学发现。但这其实是有点取巧的，因为当你把拟人化这个大家都能理解的词换成代理人侦测系统过度敏感触发本体分类推论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更科学更精确了。但你真的解释了更多东西吗？还是你只是把问题复杂化了？这是 Smith 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质疑。我们继续看下去，关于来世的观念，为什么几乎所有文化都有死后世界的想象？波尔的解释完全是从生物本能出发。他说，看到尸体会触发我们恐惧、回避、哀悼这些内建的反应，再结合鬼神的概念，就产生了来世观。这个解释有什么问题？
Smith 指出，他完全忽略了人类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最根本的情感需求，那就是寻求慰藉和追问意义。我们会想象有来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慰失去亲人的伤痛，是为了告诉自己这不是结束，同时也是为了一生奋斗的生命找到一个最终的意义和归宿。这些深刻的存在焦虑是没有办法用简单的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来解释的。而且波义尔的模型也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对死亡的想象会有这么巨大的差异。有些文化是轮回，有些是上天堂，有些是变成祖灵。如果这一切都只是大脑内建程式的自动反应，那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多样？这恰恰显示了文化和历史的塑造力量，是波义尔的模型完全无法处理的。而且波义尔的模型也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对死亡的想象会有这么巨大的差异。有些文化是轮回，有些是上天堂，有些是变成祖灵。如果这一切都只是大脑内建程式的自动反应，那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多样？这恰恰显示了文化和历史的塑造力量，是波义尔的模型完全无法处理的。最精彩的来了，鲍伊尔对宗教仪式的解释可以说是他理论中最薄弱也最令人讶异的一环。我们都知道吗？仪式是所有宗教的核心，对吧？不管是祭祖、礼拜还是法会，都是宗教实践里面最重要的部分。那鲍伊尔是怎么看的呢？这是波义尔书中的原话哦。他说，仪式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传递的资讯微乎其微。说真的，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看错了什么。他认为仪式里面充满了古老的、没人听得懂的语言，还有不断重复的制式的动作，这些都没有什么资讯含量。他觉得人们在仪式中产生的任何联想，都只是个人的自由联想，跟仪式本身没什么关系。这个观点真的可以说是惊呆了所有研究宗教和文化的人类学家。史密斯教授在这里提出了最关键的批判，鲍伊尔从根本上就搞错了意义是什么。他把意义等同于传递新的资讯，但是仪式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资讯性的，而是表达性的。你想想看，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不是为了获取我毕业了这个新的资讯，对吧？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是为了透过那个仪式去表达和感受那份庄重、喜悦、对师长的感谢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同样的，我们过年跟家人围炉，也不是为了获取新的一年来了这个资讯，而是为了创造一种家庭的连结感、温暖和归属感。Smith 说，仪式的效果，比方说社群的凝聚力、个人情感的抒发，本身就是仪式之所以会存在、会被传承下去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动态的、互相回馈的循环系统。而鲍伊尔那种单线的、由内而外的大脑 APP 触发行为的输入输出模型，完全无法捕捉到仪式真正的生命力。他因为找不到一个简单的因果按钮，就干脆宣称仪式没有意义，这恰恰暴露了他那套解释框架最大的盲点。好的，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透过 Smith 教授对波义尔理论的批判，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这其实带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科学主义的局限。什么是科学主义？它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是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所有其他学科，像是历史学、文学、哲学，如果不能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就是次等的、不重要的知识。Smith 教授的批判不是在反对科学，而是在反对这种把科学方法无限上纲、过度扩张的科学主义。他提醒我们，科学是很棒的工具，但它不是唯一的工具。当我们试图用一把锤子，也就是自然科学，去处理所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看不见螺丝钉，也就是人文、历史、情感的存在，甚至会粗暴地把它们全都敲坏。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其实并不是一场科学vs宗教的战争，它更像是一场科学内部的辩论，一场关于什么才是好的科学的路线之争。
辩论的主题是，当我们要解释像宗教这样复杂的人类现象时，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负责任的、全面的科学解释？是像 Boyer 那样，像一个工程师一样，试图找到那个最底层、最简洁的机械蓝图，哪怕会因此消足失旅；还是像 Smith 主张的，我们需要像一个生态学家一样，去描绘一个更复杂、更动态，能够整合生物、心理、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生态系统？这也把我们带到最后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去寻找那个宣称可以解释一切的唯一的最终的答案吗？还是我们应该保持谦卑，承认任何单一的学科或理论都只能照亮现实的某一个面向，而我们需要的是整合更多的视角，才能拼凑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图像？我想，这不只适用于解释宗教，也适用于我们理解生活中的任何复杂问题，无论是社会议题、人际关系，还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保持开放与谦卑，或许才是通往智慧的真正道路。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新自然主义者 Boyer 提出，宗教源自大脑内建的从石器时代就有的心智机制，这是一种追求简洁的机械式解释。第二，学者 Smith 从3个层面批判了这个理论。他的心智模型基础是有争议的，他对科学解释的定义过于狭隘，而且他完全忽略了历史、文化和个人经验等等重要的人文面向。第三，这场辩论的核心其实是关于科学主义的局限，提醒我们在解释复杂现象时，需要整合多重观点，而不是迷信单一的答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